山东高铁2025规划将建6条高铁，规划4条，这些城市有福了。山东不仅是我国的经济与人口大省，同样也是高铁大省。山东省高铁运营里程在2024年的年初已经达到了2810千米，在我国高居第1的位置。维延高铁在去年成功通车后，山东省的高铁里程也成功突破了3000公里。另外，山东省目前还有6条在建的高铁，还有4条正在规划中。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山东在建的6条高铁。雄商高铁位于京沪高铁和京广客运专线2大干线之间，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全线设雄安、任丘西、衡水南、聊城西、菏泽东、商丘等16站，是我国高速铁路网8纵8横支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建设工期4年，计划于2026年9月建成通车。雄商高铁在山东省的长度有269千米，投资预计可达408亿元，途经的城市有济宁、聊城与菏泽，共设置临清东、聊城西、阳谷东、凉山、运城、菏泽东、曹县西7座车站。雄商高铁山东段进展较快的路段是菏泽以北，预计可在今年建成。目前正在建设当中的京沪高铁2线也经过山东。是3地之间的联系。另外，它还将完善华北地区的高速铁路网，提升运输能力和服务质量，以及成为我国一条连接东、中、西部的铁路客运大通道。济莱林高铁是规划中山东省境内连接济南市和临沂市的高速铁路，设计时速350公里，是纵贯鲁中的铁路通道。济南至莱芜段在2022年12月底已经建成通车，现在就剩莱林段尚未列入国家规划。今年济南将推进多条高铁项目，作为济莱高铁延长线的莱林高铁，下一步有望纳入
长三角经济圈的时空距离。面积117平方公里，古巴租给美国的关塔那摩基地为何无法收回？古巴位于美国南部，曾经被美国人视为天然附属物，而美国位于古巴境内的关塔那摩军事基地却成了美古两国关系中的一根刺。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古巴的基本情况。古巴是北美地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该国位于加勒比海与墨西哥湾的交界处，更是扼守着墨西哥湾的进出通道，东面与海地隔海相望，南部与牙买加相邻，北部离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仅仅200多公里，双方之间的唯一阻碍就是佛罗里达海峡。古巴的首都哈瓦那，这里是全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哈瓦那位于哈瓦那湾附近，是一个港口城市，扼守着墨西哥湾通向大西洋的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殖民时期曾是西班牙在西半球最大的港口，其近岸水深约12米，可以容纳远洋邮轮。古巴超过50%的进出口货物会经过哈瓦那港，主要的出口商品是糖、雪茄和热带水果。古巴由古巴岛、青年岛等1600多个岛屿组成，是西印度群岛中最大的岛国，其面积109884平方公里，全国人口约1108.3万。2020年，古巴的 GDP 约为1073.52亿美元。古巴的人类发展指数极高，医疗的发达使人民平均寿命达到78.3岁。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高，即便像巴西这样发展还不错的国家，也存在超过1100多万的文盲。而古巴重视教育发展，全国公民的识字率达到了99%。在经济上，古巴一直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现在还属于农业国家，主要的农产品有烟草、咖啡、甘蔗、热带水果等。甘蔗是古巴重要的种植作物，种植面积达到全国的55%，因此古巴制糖业发达，世界7%的蔗糖产自古巴，每年生产的蔗糖可以为古巴带来40%的国民收入。该国主要的经济支柱为制糖业、旅游业、镍矿出口等行业，其中旅游业是古巴的主要创汇产业。2023年，古巴旅游业同比增长50%，接待国际游客2436979人次。古巴资源相对丰富，矿产主要以镍、铬、钴为主。除此以外，古巴还有已探明储量约200亿桶的石油。2. 美国占领关塔那摩湾。关塔那摩基地是位于古巴东部关塔那摩省省会。关塔那摩市的东北，地处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大西洋的交汇处，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美洲国家都经历过长时间的被殖民历史，古巴最初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但是在17至18世纪，西班牙实力下降，对殖民地的掌控下降。18世纪末，古巴人民开始反抗殖民统治，直到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爆发美西战争，西班牙战败，被迫承认古巴独立。古巴在美西战争后名义上获得了独立，实际上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与外交都被美国用普拉特修正案给控制住了。古巴根据此修正案承认了美国在其国内进行军事干预的权利，更是允许了美国在古巴建立军事基地，其中就包括了关塔那摩湾。古巴在1903年将关塔那摩湾租给了美国，租金每年4000美元，但是却没有限制租期，所以美国在关塔那摩湾建立起重要的军事基地，并在此地进行驻军。虽然关塔那摩湾的军事控制权在美国手中，名义上关塔那摩湾依旧属于古巴，但美国掌控着实际控制权。古巴与美国在1961年断交后，美国对古巴的经济进行了全面封锁。之后，古巴认为与美国签订的协议违背了古巴的意愿，所以无效，并要求美国归还关塔那摩湾。但对于古巴的要求，美国并未理会，还声称关塔那摩湾的地位不会受到任何影响。3. 关塔那摩湾的战略重要性。美国之所以在关塔那摩湾进行死守，除了因为具有法律的长期租约外，最重要的就是其在军事上与战略上的巨大价值。古巴东南部的关塔那摩湾，其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它正处于加勒比海与大西洋的交汇地带。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就是关塔那摩湾。冷战时期，美国在拉美地区遏制共产主义实力扩张的重要据点就是关塔那摩。另外，象峰海峡就位于关塔那摩湾的周边，它是连接巴拿马运河和加勒比海的重要海上交通要塞。
只要将这一海峡进行控制，那么就能掌握通往巴拿马运河的战略要道。巴拿马运河位于巴拿马的中部，横穿巴拿马地峡，全长81.3千米，沟通了太平洋和大西洋，其控制权在美国的手中。由此可以看出，关塔那摩湾的战略意义重大，所以美国更不可能放弃关塔那摩湾。无论是古巴对其实施任何的行动，如断水断电与在国际上进行抗议，但美国的立场从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虽然古巴在外交上获得了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要求美国归还关塔那摩湾，但美国凭借自身在国际上强大的影响力与军事力量，对此做出了拒绝。古巴与美国的关系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曾有过短暂时间的正常化。奥巴马在2014年宣布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对于一些经济封锁也进行了放松，但是对于关塔那摩湾的归属问题依旧没有定论，这就成为了这两个国家关系中的最大难点之一。虽然到现在古巴一再要求对于关塔那摩湾的归还，但美国对该基地的控制依然坚守。关塔那摩湾对于古巴来说，不仅是一个领土争端，更是国家主权与独立象征的表现。关塔那摩湾对于美国来说，更是它在加勒比海及其更广泛区域战略中的重要棋子。